每到半夜，温如春的琴就会自己响起，不是风吹，不是地震，是有人在学他弹琴，一个他看不见的人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小萌讲故事，让我为大家说个小故事。换娘上集，第1章夜半琴声。第一次听见时，温如春以为梦境。那是个月圆之夜，她刚从书房回到卧室，忽然听见隔壁传来断断续续的琴音，那些音符她很熟悉，正是她下午练习的流水，但弹得很生涩，像个初学者在摸索琴弦。温如春披衣而起，轻手轻脚推开房门。书房里月光如水，她的古琴静静躺在桌案上，琴弦在微微颤动，像刚被人抚过。房里空无一人，她轻声问道：谁在那里？整个房间安静的只剩下自己的心跳声。温如春环视四周，墙角、屏风后、书架间都查看了一遍，什么也没有。她摇摇头，以为是自己太累了，回房继续睡。第二夜，琴音又起，这次她没有犹豫，直接冲进书房。琴弦还在颤动，空气中似乎还飘着刚才的余音。他伸手摸了摸琴弦，还有点一颤。到底是谁？他大声问道。为什么要躲着？回答他的只有寂静。第3夜、第4夜，琴音依然准时响起。温如春从最初的惊恐，渐渐变成了好奇。这个隐形的弟子似乎真的在认真学琴，每夜都有进步，虽然微小，但确实在进步。到了第7夜，温如春站在房门前犹豫了很久，她伸出手想推门，却又缩了回来，如此反复几次。最终，她缓缓滑坐到地上，背靠着房门，闭上眼睛，静静听着那个看不见的弟子练琴。琴音依然生涩，但已经有了基本的调式。对方似乎很努力，一个音符要重复很多遍，直到弹准为止。有时弹错了，还会停下来，像是在思考。温如春忽然感到一阵兴奋，这个弟子虽然琴技生涩，但对琴乐的慧根惊人，每一个错误都在往正确的方向调整，这种天赋他很少见到。作为一个痴迷琴艺的书生，他不能眼看着这样的天赋被埋没。他紧握着双拳，心中做着激烈的挣扎。良久，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手掌贴着房门，仿佛想要感受对方的存在。他对着房门说道：你想学琴吗？他的声音微微颤抖。琴音停了。温如春继续说道：如果你愿意拜我为师，我必定尽心教授。房里传来轻微的响动，像是琴凳移动的声音。然后一个音符小心翼翼地响起，甚轻甚切，似在应答。温如春心中大喜，好，明天晚上我便收你为徒，教你琴法。从第8夜开始，温如春改变了作息，每到子时，他就在房门外坐下，开始教这个看不见的弟子。他先弹一段，然后等对方模仿，有时会出声指点，这个音要重一些，手指要放松。奇怪的是，对方似乎真的能听懂，每次指点后，琴音都会有所改善。10几天后的一个夜晚，隐形弟子忽然弹出了一段从未听过的曲调，旋律很简单，但异常凄美。那些音符像月光一样流淌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忧伤。温如春听得入了神，这曲子很陌生，但又莫名的熟悉，就像做过的梦，醒来后只记得片段，却总觉得很重要。他轻声问道：这是什么曲子？琴音停了，然后那段旋律又响起一遍，这次更加完整。旋律中仿佛有人在轻声呼唤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名字。温如春的心中涌起一阵奇异的感动，那种熟悉感如潮水般涌来，让他不由自主地将手按在胸口。眼前似乎闪过一个模糊的身影，月下有女子在弹琴，侧脸如花，但看不清容貌。他想要抓住这个幻象，不自觉地向前探身，手指在空中虚抓。他忍不住问道：你是谁？回答他的
是越来越悲伤的琴声。第2章，隐形弟子。夜夜教琴的日子，让温如春的生活完全改变了。白天他照常读书写字，但总是心不在焉，脑子里想的都是昨夜的那个神秘弟子。这个隐形弟子似乎有着天生的琴乐感悟，他只需要示范一遍，对方就能抓住曲子的神韵。那些复杂的指法，通常需要练习数月才能掌握，但他却能在几天内就学会。隔壁的王大爷端着茶碗，在院子里关切地说道：“温公子，你最近气色不太好啊？”温如春摸了摸自己的脸，确实，最近总感觉有些疲倦，但他以为只是夜晚教学影响了睡眠。他笑着回答：“没什么，只是读书晚了些。”王大爷凑近一些，压低声音：“公子，你家最近是不是有些不对劲？”“怎么说？”“我家老婆子说，每天半夜都听见你家有琴声，但听起来不像是你弹的。”王大爷神色有些紧张，而且那琴声怎么说呢，听着让人心里发慌。温如春心中一紧，连邻居都察觉到了异常。他含糊地解释说：“可能是我练琴的声音传过去了。”王大爷摇摇头：“你的琴声我听惯了，浑厚有力，但那个声音不一样，飘飘忽忽的，像是……”他停顿了一下，神色变得有些不安，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最终只是咽了口唾沫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。”温如春的心跳瞬间加快。当晚，温如春带着忐忑的心情开始教学，他决定主动试探这个神秘弟子的底细。今夜我们学一首新曲子，他轻声说道，这首曲子有些特别。他开始弹奏一段他自己创作的旋律，在重要的地方留白，看对方如何应对。琴音停了一会儿，然后响起了那段熟悉的旋律，就是10几天前他第一次弹奏的那首曲子。旋律依然凄美，但比之前更加完整了。温如春静静听着，心中那种奇异的熟悉感又涌了上来。他不由自主地跟着旋律轻哼起来，仿佛这首曲子他从小就会唱。就在哼唱的瞬间，眼前又闪过那个模糊的身影，这次看得更清楚了。月下庭院中，一个穿着淡色衣裙的女子正在弹琴，她的侧脸精致如玉，长发如瀑布般垂在肩头。那个女子仿佛感觉到了他的注视，慢慢转过头来。温如春惊叫一声：“哎呀！”幻象瞬间消失，房里的琴音也停了，似乎也被他的叫声吓到了。温如春连忙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刚才好像看到了什么。”琴音又响起，这次很轻很轻，像是在安慰他。温如春决意查明真相。这几天来，他开始留意每一个细节，琴声的方向、音质的变化，甚至房间里的温度。隐形弟子的进步太快了，这不像是一个普通人能做到的。第2天，他特意去城里的古董街，非为闲逛，实为寻觅能解此谜之物。也许古人有过类似的经历，也许会有什么法器能揭示真相。在一家老旧的古玩店里，他看见了那面镜子。镜子很古老，铜制的镜面有些斑驳，但依然能清晰地照出人影。最吸引他的是镜子背面的花纹，复杂精美的云纹中，隐约能看出是一个女子在弹琴的图案。此图案与心中模糊身影颇为相似。温如春直接问道：“此镜有何来历？”老板是个满脸皱纹的老人，他眯着眼睛看了看镜子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最终只是摇了摇头。此镜来历颇为特殊。老板的声音变得很轻，老朽不便多言。温如春心生感应，知此镜正是所寻之物。他毫不犹豫地说道：“这面镜子我要了。”回到家里，他把镜子放在书房的桌案上，对着琴的方向。今夜当用此镜揭开谜团。第3章，镜中真相。这一夜，琴声响起的格外早。温如春刚点亮烛火，房里就传来了熟悉的旋律。
但今夜不同，琴音中带着一种急切，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。他在房门外坐下，轻声问道：怎么了？回答他的是一段从未听过的新曲子，旋律复杂而精妙，远超出一个初学者应有的境界。温如春越听越惊讶，这哪里是他教出来的？这分明是一个琴艺大师才能弹奏的乐曲。他竟然觉得这首曲子很熟悉，每一个音符的转折，每一簇细微的颤音，都像是刻在他心里一般。就在这时，无意间瞥见桌案上的古镜，镜面对着琴的方向，烛光摇曳中，镜子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。温如春以为是自己的错觉，走近一看，他的手不自觉地抓紧了衣襟，血液瞬间凝固了。镜子里有个女子正坐在琴前，温如春想要后退，但双腿像生了根一般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身影。她穿着淡青色的长裙，长发挽成古典的发髻，手指纤细如玉，正在轻抚琴弦。那张脸，温如春倒吸一口凉气，这正是她记忆中那个模糊身影的面容，但现在看得清清楚楚，美得如同画中仙子，但脸色苍白如纸，眼中有着说不出的悲伤。温如春慌乱地回头看向琴的方向，那里空无一人，只有琴弦在微微颤动。再看镜子，女子依然在那里，仿佛活在另一个世界中。她对着镜子颤声问道：你是谁？镜中的女子停下了弹奏，缓缓抬起头。当她的目光与温如春对视的瞬间，一股熟悉之感涌上心头，不只是熟悉，而是深深的眷恋和思念。女子嘴唇轻启，虽然听不见声音，但温如春仿佛听见她在说：你终于看见我了。温如春心跳如雷：你就是这些日子在学琴的。女子点了点头，眼中闪过一丝欣慰，但随即又暗淡下来。她伸出手，似乎想触碰镜面，但手指只能在镜子里的世界中徒劳地摸索。就在这时，她开始弹奏那首残缺的曲子，但这一次不再是片段，而是完整的全曲。旋律如泣如诉，每一个音符都带着百年的思念和等待。随着琴音响起，温如春眼前的世界开始变化，往昔记忆纷至沓来。温如春如置身前世，恍惚中看见了往昔。月下花园，她正在教一个女子弹琴，那女子正是镜中人，但穿着不同朝代的服装。她学得很慢，但很认真，每次弹错都会撒娇地笑。他们在月光下练琴，在花香中谈心，在星空下许下相守一生的誓言。女子轻唤她的名字：如春。如果我们不能在今生相守，你愿意等我吗？哪怕是来生，哪怕是死后。娘子莫要胡说。恍惚中的她握住他的手：我们会白头偕老的。可是我怕，我总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。如果我们真的分离了，你要记住我们的曲子。他抚琴一曲，这首虚弦寄梦就是我们的约定。如果有一天你听见有人弹这首曲子，那一定是我在找你。记忆戛然而止，温如春睁开眼，发现自己的手还保持着抱琴的姿势，指尖微微颤抖。他缓缓放下手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静心思量着刚才看到的一切。前世，今生，这听起来荒诞不经，但眼前的事实却无法否认。这些记忆太真实了，真实的让他无法怀疑。他看着镜中的幻娘，做出了决定。不管你是谁，不管这些幻象是真是假，我既然答应教你弹琴，就会教到底。他的声音很平静，但很坚定，此非仅因前世之缘，更为琴师对弟子之信诺。镜中的女子也在流泪，那眼神中有着相同的回忆，相同的痛苦，还有相同的爱意。温如春想要为她拭去眼泪，手不由自主地伸向镜面，手指在镜子前方悬停，颤抖着，不敢真正触碰。温如春声音颤抖着说道：你是。从夜半琴声到镜中显现，这个神秘的弟子终于露出了真容。
但随之而来的记忆片段却让温如春陷入更深的困惑。前世的承诺，今生的相遇，还有那首寄托着无尽思念的虚弦寄梦，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他还有什么话要对温如春说？而这段跨越阴阳的师生情缘，又将面临怎样的考验？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里，期待在幻娘下集与你再相见。